临近生产的那天，我倒在血泊中，李阳一遍遍踢着我的肚子撒气，一边踢一边破口大骂：“贱人，贱人！”我感受到我肚子里的生命正在慢慢流逝，我绝望地闭上眼。在睁开眼时，李阳有些担忧地看着我说：“我们结婚吧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”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即将死亡的时候，脑海里的回马灯放映着19岁考上本科开心的我，拿着录取通知书向李阳分享着我的喜悦，而他愁眉不展。我不甘心地看着这段回忆，想要极力阻止接下来的发展。回忆一碰便烟消云散，我被铁链束缚着向前走。一个声音问道：“你想再活一次吗？”我抬起头看着雾蒙蒙的一切，当然想。在睁眼时，我回到了答应李阳结婚的19岁。面前的人有些担忧地问我：“我们结婚吧？”见我不回答，用手触碰到我的胳膊，我打了个寒战。这件事太重大了，我要好好想想。说完我就走了，而他也没有再追上来。我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，包括我最喜欢的大槐树。我凭借着记忆向奶奶的屋子走去。那个年代，我们家便在镇上开了一家面馆。镇子和村子有些距离，每到假期，我便到村子里陪奶奶。上一世奶奶便极力阻止我退学，我不听劝，非要和李阳南下闯出一番事业。等到我回来时，便是参加奶奶的葬礼。我走到门前，看着奶奶躺在摇椅上，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，一遍遍翻看。我考上了师范学校，也成为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。奶奶注意到了我，起身拄着拐杖道：“我的乖孙女，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李阳又惹你生气了？看奶奶不揍他去。”我摇摇头，抱住奶奶。夜里躺在床上，我闭上眼睛，全是血迹。第二天刚起床，便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恭喜呀，恭喜江雪考上大学呀！这可是咱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。”奶奶乐呵呵地笑着，而旁边的妇人紧接着道：“你看咱家小雪都19了，咱村里19岁的早都嫁人了。虽说小雪是大学生，但女人嘛，肯定还是要以嫁人为主的，你说呢？”我连忙出去看来人是谁。他接着道：“我们家杨洋可从小就和小雪待在一起，大家都知根知底。你看，要不找哪天黄道吉日把这事办了。”听着这熟悉的话语，我立马反应过来，是我的婆婆，李阳的妈妈。在上一世，她心中的人选并不是我。直到我考上大学，才马不停蹄地劝说，立马办婚礼，将我绑上他们李家的姓。一开始我还很开心，他接受了我。直到将我娶进来后，便让我承包家里所有的活。在我怀孕时，也让我干活。起初还觉得奇怪，后来便发现了李阳的外遇。我看着他讨好的嘴脸，将奶奶往我身边一拉：“张姨，你知道的，这种事情是要好好考虑的，可不能一下子做决定。”刚说完，他的脸色变了又变。“是，小雪说的是。”突然想起家里还有活没干完，我先走了。等人走远后，奶奶有些奇怪：“楠楠之前不是很喜欢李阳吗？一点坏话都不让奶奶说，怎么他惹你不开心了？”“奶奶，我之前只是把他当成关系很好的哥哥，更何况我才19。奶奶不想楠楠陪你了吗？”我撒娇地拉着奶奶的手：“想，当然想了。”奶奶高兴极了。下午，村里便传出谣言，说我考上了大学，便瞧不起没考上大学的李阳。村里人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，说我没良心，甚至有妇人在奶奶门口大声议论：“考上大学又怎么样？这么没良心，能有什么出息？”听着门外的议论，而奶奶想上前与他们理论，我将奶奶拉住：“
没关系的，奶奶，这件事就让我解决吧。我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奶奶身后，被奶奶保护。奶奶摸了摸我的头，可奶奶不想乖孙受这种委屈，他们就是闲得天天在别人身后乱嚼舌根。李阳将我约了出来，问我考虑的怎么样了。我冷静地看着他如今稚嫩的脸庞，没有经历见过世俗的繁华，一心只有我一个人的样子。但我也见过他因为外遇无情地踢着我肚子的样子，肚子有些隐隐作痛，让我又想起那段悲惨的日子。李阳，你一直保护我是因为喜欢我吗？他有些疑惑和迟疑。是的，怎么了吗？我摇摇头。我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，我以为你保护我是因为自身的善良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在学校被欺负的人是一个长得并不怎么好看的人，你是不是就不会保护他了？他有些被我绕进去。我不知道，那你好好想想吧。说完我就离开了。我知道他肯定会被我的话绕进去，也不会这么步步紧逼。村里的流言慢慢消失，但我没有想到他居然想要逼迫我答应。当流言再度起来，这次的更难堪。他们窃窃私语说着我和张琪勾搭上了，才甩了李阳。他们口中的男孩，我们只有过一面之缘，因为他们口中的好玩，将张琪锁在厕所。我路过见他和我的经历很像，便救了他。李阳还为这件事生了很久的气，我不懂为什么将他牵扯进来，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增加谣言的可信性，因为我和他的经历很像，只是他是自幼丧母，父亲不管他，老师看他可怜，才勉强让他上学。他无依无靠，而我是个女孩，传我俩的谣言可信度很高。谣言传出来时，我遇到了他，他在捡瓶子维持生计。想起上一世，我只见过他2次，一次是救他，一次是我的婚礼。后来听说他也成为了一个很厉害的医生，后来再没有了消息。我看着他捡瓶子，而他仿佛感觉到身后有人，转头看我时有些慌张。我，江雪同学，你怎么来了？他虽然只比我小1岁，看起来却好像比我小好多，甚至个子也才比我高一点点。来看看你。他有些局促地放下瓶子。恭喜你呀，考上大学了。谢谢，你明年也一定能考上。不过我比你大，你应该叫我姐姐。江雪姐。看着他慢慢红的脸，我这么多天的阴霾散了一些。那些谣言你不用放心上，你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好好学习，然后明年考上好大学，知道了吗？对不起啊，江雪姐。他指的是谣言，而我丝毫不在意，摸了摸他有些脏乱的头发就走了。隔天我便请村长将大家聚到一起，我站在大槐树旁，拿着喇叭站在台子上。喂，今天把大家叫到这里是有几件事。第一，就是我作为第一个村子里考上大学的大学生，为了感谢大家，我们要办1周的流水席，大家都可以来吃。第二，就是关于最近的谣言我都听说了，我毕竟也是各位叔叔婶婶爷爷奶奶看着长大的，到底怎么样，相信大家心里都有答案。那个谣言供大家玩乐也没啥，就是别转得太离谱，毕竟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这玩意听听就得了。谁当真了，那可真说句难听的，白活了这么多年了。底下的村民笑声一片，就是谁要是信了我，可要嘲笑他了。说完后，我便回了家。1周的流水席本就是父母为了庆祝我考上大学而打算办的，如今只是有些提前了。流水席办了7天，我也邀请张琪来为我庆祝，虽然他只吃了1次就走了，直到最后1天我才看到李阳被他母亲拉来。小雪，这么久了还没祝你考上大学了呢。
前几天姨家里真的忙，没事，姨今天来了就行。那几天的谣言你别往心里去，都是那些闲得没事干的人传的。我点头笑着表示理解。而李阳趁着他母亲不注意，跑到我面前低头道歉。你知道的，我不可能原谅你，我一直讨厌这种人。他看着我有些不可置信，过了一会走开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突然想起一句话，原来人真的不是突然烂掉的。上了大学以后，我按部就班的生活着，再次听说李阳的消息，便是他结婚的消息。他邀请了我。时隔1年，我看着在工厂工作有些沧桑的他，而当看到他的结婚对象时，我的手有些颤抖。是他上一世出轨的对象。原来一切早都注定。李阳的母亲从一开始便看上了孙倩倩做他家儿媳，碍于李阳喜欢我才作罢，直到我考上了大学，他才答应。我们结婚时，李阳满口答应我说先不生孩子，等我休学，带着钱与他南下赚到第一笔钱。因为不生孩子，他与我的矛盾达到了顶峰。我发现外遇时，他孩子已经1岁半了。算算日期，正好是第一次吵架的时候。趁别人不注意，我擦去了眼角为我即将临盆的孩子而难过的眼泪。看着台上司仪主持着新人的婚礼，我不由想起前世我穿着不合身的婚纱，戴着不合适的戒指，一切都那么不合适，但我还是不听劝阻地嫁给了他。李阳敬我酒时有些不敢看我，而新娘一脸不满地看着我。我喝下酒，祝福的话顺口而出。席吃到一半，我便觉得没意思，离开了。准备回家的路上，感觉身后有人在跟着我。我转头一看，是张琪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穿着整洁，头发也打理得很干净。被我发现的她有些尴尬地捏了捏手指。江学姐，怎么了吗？我有些奇怪。我考上医科大了。是吗？很厉害呀！学校好像离我们学校很近啊。不过你跟着我是为了和我说这个呀？不是，我看你心情有点不好，想着和你说说话。没有啦，我只是今天身体有些不适，所以想回去休息会。是吗？你哪里不适啊？她看起来有些担心。是女孩子家的不适啦。张医生还没有开始学习，就有了医生习惯了吗？我有些好笑地看着他，他被我逗得脸红。走到家门口时，他有些急切地叫住我：“江学姐，天天开心啊！”说完就跑了。我摇了摇头，这小屁孩是又脑补了什么我伤心的戏码了。夜晚奶奶给我熬了红糖水，喝下后我便睡着了。梦里是上一世发生的事。一个声音问我为什么不报仇。我告诉那个声音，当我离他越来越远时，就已经是一种报仇了，因为我会越过越好，而不是一味沉浸在仇恨中。我摸了摸床头的枕巾，被我的眼泪浸湿。离2002年越来越近，我存了些药，也让父母和奶奶存了些药。和舍友出去玩时，偶尔也会碰到张琪在打工。每次看到他时，总是一副干干净净的样子。慢慢的长开了，也有很多小妹妹问他要号码，每次被他说没有手机而拒绝了。我也提醒他存了些药。当非典来临时，我看着大家恐慌的样子，试图安慰大家不用紧张，国家会安顿好我们的。可这些话并不管用，大家一如既往的恐慌。学校被封锁，外面抢盐的一堆又一堆。我打电话告诉父母，不用抢盐，也不用恐慌。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很慌张，但是也不忘担心我，让我好好照顾自己。我说自己的身体很好，让他们不用担心。但没过几天，我便发烧了。被查出发烧时，我便被带走隔离了。尽管知道自己只是普通的发烧，但还是很害怕。
躺在狭小的隔离房的床上，恍惚之间，仿佛回到了被冷暴力的那几年里，生病发烧，没人在身边，只能硬抗的日子。但也在那段日子里，我的肚子里有了第一个宝宝。当感受到宝宝在肚子里踢我时，我又有了活下去的动力。我睡眼朦胧，脑子有些不清醒。恍惚之间，仿佛看到了一个人在用冷毛巾敷我的额头，没有力气的我被冰冰凉凉的感觉催眠地睡了过去。当家庭主妇的那几年刚开始还很幸福，李阳也并没有露出他的真面目。我们的事业慢慢蒸蒸日上，而他也早出晚归，多数回来都醉醺醺的。我偶尔抱怨他2句，他抱着我说：“都是老板，不小心就多喝了几杯。”时间久了，他渐渐的不耐烦，回来的日子屈指可数。直到我们矛盾爆发的那天，他粗暴地折磨我，毫不怜惜。我躺在床边流泪时，他不留情地穿好衣服离开了家。后来他对我开始了很久的冷漠，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连公司都找不到他人。那段时间，我身体极其虚弱，终于在一次着凉的时候发烧了。凌晨2点，我看着体温计，裹紧被子，喝了退烧药，想着第2天再去医院。第2天到了医院后，医生告诉我可能怀孕了，给我开了些孕妇可以吃的退烧药。做 B 超时，我看着单子上一点点的小东西，感觉生命很奇妙。我抛开了打胎的想法，想着先生下来再离婚。我摸着即将3个月的肚子夸赞道：“宝宝真懂事，这么久了都没有累到妈妈。”我给即将出世的宝宝买了很多衣服，有男有女，每天学习一些育儿知识。也是这个孩子让我打消了离开这个世界的念头。我无比盼望着孩子的到来。当听到孩子胎心的跳动时，我的内心更加期待。我每天躺在床上给宝宝讲睡前故事，说妈妈很期待他的来临。但好景不长，当我怀孕8个月时，孙倩倩带着她刚满2岁的孩子找上了门。我将她带进屋，还有些疑惑，直到她开门见山道：“江姐，我也就不瞒你了，我和杨哥已经在一起3年多了。你看，我们都有一个刚1岁半岁的孩子了。有些男人你抓不住的，就趁早放手吧。你说我说的对吗？”他瞄了一眼我的肚子道：“咱们女人呢，就要学会自己给自己找路子，你说是吗？”我有些接受不了，看了看刚满2岁的小孩，脑子里异常清醒。3年多，可3年前他也还没有对我冷漠，原来从那么久之前就不爱了呀。我没有理他，他自讨没趣，喝了口水就走了。明明是晴天，阳光顺着窗户照到我身上，我却冷得发抖。到了晚上，我情绪舒缓下来，他却醉醺醺地回到了家。我不想和他有过多交谈，而他不甘心，像往常一样，当看到我挺起的肚子时，打了我一巴掌，嘴里谩骂着：“贱人，我这么久没回来，你就背着我偷人。”骂着还不起劲，拿起顺手的瓶子向我砸去。我条件反射地捂住肚子，我被砸倒在地，血从我的头上流下来。他踢着我的肚子谩骂着，我捂着肚子向他求饶，而他全然不理睬。别踢我的肚子，别踢我的肚子！我从梦中惊醒，看着周围熟悉的空间，以及不知道什么时候陪在我身边的张琪。他有些担心地看着我：“江学姐，怎么了？是肚子疼吗？”原来我刚刚的梦话被他听到了。我摇摇头，做了一个噩梦，没事。不过你怎么来了？发烧使我的嗓子变得有些沙哑。他不说话，摸了摸我的额头，我被吓得一激灵躲开了。他有些腼腆地收回手：“刚刚我只是想看你还发不发烧，应该是已经退烧了，再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”我木讷地点点头。不过你怎么来了？
不怕我传染给你吗？他有些严肃，怎么能说这种话？你只是发烧，没有得病，不许这么说。被小孩突然教育的，我感觉有些奇怪的挠挠头。知道了，只是开个玩笑，别当真，别当真，以后别开这种玩笑，一点也不好笑。我点点头。不过这里封得这么严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他装作神秘。山人自有妙计，看着他装模作样的样子，我有些好笑。后来被查清楚只是普通发烧时，我休息好后就又回到宿舍，听着舍友对我嘘寒问暖，并告诉我一个八卦：隔壁医科大有个男孩，不管特殊期间的校规，翻墙跑到我们学校照顾一个女孩。完了之后，学校没查出来那个女孩是谁，但医科大给那个男孩处分了。听完之后，大家唏嘘着，这就是爱情。我不禁有些想起张琪，有些担心的给他发了消息。过了一会，他回复到没事。等到结束后，我回了家，看着奶奶有些苍白的头发，有几分感慨。奶奶在我身旁幸灾乐祸，还好囡囡没有嫁给李阳，她呀现在在厂子里打工，那像囡囡以后肯定是有大出息的。我点点头，聊了一会，得知张琪也回来了。我想着去找一下他，问清楚上次的事。路刚走了一半，我便被一道身影拦住。李阳变得更加沧桑，我不想跟他有丝毫牵连，刚打算走，他拉住我：“对不起，小雪，那个女人是我妈非要让我娶的，你再给我些时间，等我赚到钱了，就和她离婚，娶你。小雪，我一直爱的人是你呀。”还没等他说完，我便嫌恶地挣脱他的手。还没等我反击，一道泼妇般的声音便传来：“我就知道你还对江雪这个小贱人念念不忘，大家快来看看呐，我不活了呀！”说着说着，便撒泼地坐在地上。我看着脸色有些不好的李阳，摇了摇头，便打算走了。声音越来越大，引得村民慢慢聚集起来。李阳将孙倩倩拉起：“你快别给我丢人现眼了！”而孙倩倩哭得越来越大声：“大家快来给我评评理呀！江雪这个不要脸的勾别人的老公了！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看热闹的也越来越多。我有些烦躁，拉起孙倩倩，打了她一巴掌，又顺手给了李阳一巴掌。谁对不起谁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本来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我也不想把事情做这么绝，但老虎不发威，你真当我是吃素的呀？能不能让人清静点？谁愿意听你家那点破事？自己管不住自己的男人，乱跑出来瞎嚷嚷什么呀？脑子有病吧？说完我就走了，留下他俩愣在原地。村民们在旁边小声嬉笑。当我到张琪家时，被眼前干干净净的场景惊到了。他看着我愣在原地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擦了擦板凳道：“这是干净的，江雪姐你坐。”我接过板凳坐下，问道：“当时你是不是被学校处分了？”他点了点头：“当时我联系不上你，听你室友说你被隔离了，我有些担心，就翻墙了。行吧，不过这次也谢谢你了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就要被烧死了。”别这么说，江学姐肯定会平平安安的。看着小孩认真的样子，我点点头：“好好好。”说完，我们闲聊了一会，他将我送到家门口就走了。回去以后，奶奶八卦地看着我，我无奈地耸耸肩：“奶奶，只是一个弟弟而已，当时他帮了我，我去谢谢他。”奶奶一副全都明白的样子，我又没说什么，我都懂，我都懂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孙倩倩便到我家门口大闹，还有李阳的母亲在门口大喊要村长给个公道。奶奶有些生气要出去，被吵醒的我将奶奶安抚好，拿了把菜刀直接出去，一刀砍到栅栏上道：“来，我看看今天是谁要讨公道了。”他们看到刀有些害怕，
有本事你就砍，来呀，谁怕谁呀！我告诉你，你昨天打了我儿子和儿媳，你今天不拿出10万精神损失费，我们饶不了你。哟哟哟，还10万？你看你今天能从我这里拿走1分钱不能？我告诉你，我打他们算轻的了，你来我也照样打。他们听完便坐地上哭闹，我听着耳朵都快起茧子的台词，摇了摇头，没文化就是没文化，连说辞就那么几句，我都会背了。他们的吵闹声实在太烦，我端来一盆水，顺手泼了出去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哦，谁让你们离我家门口这么近啊？这泼水呀，肯定是在自家门口泼，你们不离远一点，下次就不一定是凉水了。泼完以后，他们的身上全湿了，但他们依旧坚持不懈，直到周围的村民越来越多，议论纷纷。你看看他们一家子，真无理取闹，水还被泼了全身，真狼狈。谁说不是呢？本以为在村民们的嘲笑下，他们能知难而退，谁知他们哭闹得更大声。受不了的我亲自在他们面前把热气腾腾的热水倒进盆里，他们有些恐慌。这时李阳来了，妈，赶紧走吧，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说着拉着自己的妈妈。李阳的母亲看着自己全身湿透的衣服，这次就便宜你了，你给我等着。说着就走了。孙倩倩紧跟在他们身后也走了。我看着在盆里的热水感叹道，真是浪费水。周围的人慢慢散去，奶奶向我抱怨，这一家子真是都是神经病。我拉着奶奶的手，没关系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嘛。他们消停了一段时间，听说是孙倩倩怀孕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不禁有些好笑。回去上学的我，有时会为自己的未来规划有些迷茫。在年夜饭的那天晚上，我和父母还有奶奶一起吃完年夜饭后，我放了烟花，在倒计时3、2、1时收到了一句来自张琪的新年快乐。我回了一句他同乐，就没有再理。在听到孙倩倩的消息是她流产了，我有些感叹世事无常，毕竟孩子是无辜的，但我却没有想到她将失去孩子的过错怪到了我身上。那天我一如既往地向奶奶家走去，突然一道人影冲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把尖锐的刀。去死吧，贱人！我愣在原地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便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。随着刀刺进血肉的声音，我看清了挡在我面前的张琪，他手上的东西掉落，而孙倩倩跑掉了。我看着慢慢倒下的张琪，鲜血从他的后面流出，我的手上全是他的血。慌张之下，我拿起手机报了120。我颤抖着捂住他的伤口，想要止血，而他伸出手擦了擦我的眼泪。姐姐别担心，没事的，别哭。我慌乱地让他别说话。救护车将他送到医院后，我看着紧闭的急救室，手上全是他的血。我死死地盯着急救室的灯，在灭掉的那一刻，我紧张地问：怎么样了？得到医生肯定的答复，我才放下心来。在他静养的日子里，我向警方报了警。最后，孙倩倩被抓走了。当张琪看到我，第一句话便是：幸好躺在这里的是我，不是江学姐。我不满道：下次不要这样了，多危险，要重视自己的生命。你可是未来救死扶伤的医生。他点点头，除了你，不会有下次了。他住院的这段日子，我照顾着他。当我疲惫地回到家里时，便看到李阳抱歉的面孔。他不断地说着对不起，让我打他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你走吧，别再让我看到你了。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张琪出院后，我经常提醒他不要做剧烈运动，而他有时也会和我开玩笑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会感觉到他对我和对其他人不一样。
理智告诉我要趁早说清楚。我约他见面，开门见山道：“你是不是喜欢我？”他的脸听到这句话红了起来。是喜欢。我摇了摇头道：“对不起，今天约你出来是想告诉你，我这么长时间只把你当弟弟，但我没有想到你对我的情感发生了变化。我意识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，但我还是想和你说，我和你不合适。”说完我就走了，不忍心看他的表情，也没有听到他后面的话语。当我在半夜接到他电话时，有些吃惊。这小子从来都是按时睡觉的。刚接通电话那一端，便传来微弱的声音：“没有，从来没有把你当姐姐。我一直喜欢你，能不能不要拒绝我？”我没有说话，他的声音一听便是喝醉了，沉默了许久，听到了一阵细微的哭声。“好的，我知道了。”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我看着维持了半个小时的通话，将电话关掉，继续睡觉。后来的几天里，他果然没有找过我。虽然有些不习惯，但我还是3点1线生活着。哎，小雪，你还记得那个帅哥吗？我一脸迷茫地看着舍友。就是和你同村的。我点点头。怎么了吗？我这几天看他打了好几份工，真的厉害呀。不过你还是跟他说，让他注意身体吧。年轻人身体也不是这么好的。我点点头，表示自己会传达。我出了校门，来到舍友说的地方，果然看到了异常忙碌的他。我看了一会，旁边的大妈告诉我，这小伙子可真是一天干3份活，挣3份钱，关键还聪明，真能干啊。他注意到了我。我在旁边等他下班，下班后他朝我的方向走来。“江学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我摇摇头，年轻人还是注意身体，别把自己累垮了。和他说话时，我有些尴尬，但他丝毫没有觉得。没事的，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。看着他这么倔，我也没有说什么。“江学姐饿吗？要吃饭吗？”我摇摇头道：“不用了。我回学校还有点作业要完成，我先走了。”这次过后，我和他便再没有联系。毕业典礼那天，我穿着学士服和我的舍友拍照，突然我的舍友发出了笑声，顺着他们的目光，我看到了拿着一束花的张琪。他看起来很匆忙，还穿着实习医生的白大褂。我一脸懵地看着他，走到我面前，笑着说：“江学姐，毕业快乐。”说着将花塞进我的怀里。我条件反射地捧着花说道：“谢谢啊，既然来都来了，一起拍张照吧。”舍友的哄闹声催促着我，我和他合了照。这是我拍过最尴尬的照片。拍完照后，舍友邀请他去参加我们的聚餐。他笑道：“还是算了吧，我是请假出来的，还要回去呢。”“行吧，行吧。”舍友有些遗憾地看了看我。等他走后，他们打趣般问我：“真的不考虑这个弟弟吗？你可是大学4年都没谈过恋爱，这个弟弟也还不错，人好，长得也好看呐。不考虑这种事情，以后再说吧。”说着，我拿着花和舍友走回宿舍收拾东西。等我工作稳定下来后，我回家看了奶奶。奶奶变得很爱发呆，有时候会拉着我说：“乖孙孙，等奶奶走了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”每次我都会假装生气，不允许奶奶说这种话。奶奶倒下的那天，我有些不敢接受，而刚好路过我家的李阳见状，帮我打了120，安慰我冷静下来。我的脑子一片混乱，再次看到急救室的大门，我全身颤抖，无法想象等门打开会收到什么样的消息。签字时，我的手都在抖。等了很久很久，灯熄灭时，我冲上前，只见医生摇了摇头。我绝望地倒在地上，听着周围的呼喊声晕了过去。等再次醒来，天已经很黑了，而李阳担心地看着我。我平静地对他说：“你走吧，谢谢你。”
但我现在不想看到你。他不放心地对我说，你千万别做什么傻事。我走，我现在就走。等他走后，我的父母办理完手续也回来了，他们让我多休息一会，而我并不想。我想去看奶奶最后一眼。我看着被盖上白布的奶奶，明明前2天还叫着我囡囡，现在却安静地躺在那里。我无法控制地哭了起来，而父母也在我身后落了泪。处理完奶奶的事情后，我感觉十分疲惫，躺在床上时也会想奶奶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开始被李阳骚扰，他送我了很多东西，并对我父母说想要照顾我，不会再让我吃苦之类的话。我的疲惫感让我顾及不了他，只想好好休息。没想到他打起了我父母的主意，天天在我家蹲守。我不回家的日子也勤勤恳恳地照顾我父母。过了大半年，我缓过神，我父母已经快被他攻略一半了。他总能讨长辈欢心，知道他们爱听什么，知道他们喜欢什么，这些我早就知道。虽然我爸妈有时会提起他，但主要还是看我。如果我说不愿意，他们也不会怎么样。在他们再次提起这件事时，我严肃地对他们说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你们不会让我因为这点小恩小惠和我男朋友分手吧？他们点点头，表示自己知道了。没想到这一击，李阳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，他直接杀到我住的地方质问我，我对你做了这么多，为什么你丝毫不给我机会？为什么？我从小就喜欢你，你就这么心狠？我难道一点弥补的机会都没有吗？他重重地握住我手腕，我想甩开他的手，无奈男女力量太过悬殊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不愿意，是永远都不会愿意的。你们自己做了什么事，自己不清楚吗？现在跑过来质问我，你还有脸了？他的双眼猩红，趁着他发愣的间隙，我挣开双手。你做这么多，无非就是感动你自己，别一天天全赖在我身上。楼下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，他碍于面子跑掉了。我看着手腕上的红色印子，想了想，还是去药店买点药膏抹上。买完药后，走在路上，便听到一阵声音叫住我，江学姐。听到声音，我往后看，是张琪。很久没见的他长高了许多，他看到我手腕上的红印，皱起了眉头，就近让我坐在座椅上。这是怎么弄的？他边说边拿出我买的药仔细看。我有些不好意思道，没事，不小心弄的，这明显就是人为。谁欺负你了？我见瞒不过，他就如实告诉了他。你们不是相处的挺好的吗？那天奶奶到医院，我还看到她了。我很快捕捉到一些字眼，疑惑道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恰好在医院。他一看便是在撒谎，但我也不想再多问。他轻轻地帮我涂完药后，将我送到楼下，有些迟疑地叫住我，江学姐，我能不能追你啊？我看着他，思考着。我知道那段时间在医院偷偷托护士照顾我的是他，有时桌子上突然出现小零食的也是他干的，甚至我一个人在墓碑前跪了一整夜，而他也偷偷地在远处看了我一整夜。他自以为自己藏得很好，但终究露出破绽。我回家后，父母感叹地与我聊天，幸好我们没有心软。没想到李阳那小子居然这么对你，听说他最近在村里又酗酒又打人的。我点点头，边拿手机聊天边说道，他本来品性就不好，有一次我来了兴致，问张琪，你丝毫不着急转正吗？他点点头，郑重道，听从组织安排，考察多久都行。看他严肃的样子，我觉得有些好笑。行，恭喜你转正了。在考察期的时间里，他一味地对我好，也不祈求我做出什么回报。转正后也不对我动手动脚，唯一一次牵手是我主动的，牵上手的那个瞬间，
他的脸迅速变红，我觉得有些好笑。看来这次我是真的找到了属于我的幸福。想了半天，而面前的人肉眼可见地失落起来。就在他想要说话时，我回答道：“可以。”他停顿了一会，开心道：“真的吗？真的可以吗？”“当然可以，不过要看你表现了。”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